很多动漫光是一个名字你就想点进去看看，这恐怕是翻译组在学 C。就拿知名度最广的火影忍者举例，火影的日文原名和通用的封面名称都是ナルト。常看火影的朋友们肯定对这个读音很熟悉，这个ナルト就是漩涡鸣人的鸣人的读音，而后面的这个日文也念作ナルト。根据 AI 告诉我的消息，这个意思是拉面中常见的漩涡状鱼板。反正就是这个标题本身和火影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做了润色，把火影这个木叶村最强的目标和忍者这个木叶村大家都是的职业放在一起。有了超大的目标后，大家看这个主角更是有了一种他的目标非常远大的感觉。不过现在你用翻译软件对这3个日文单词做翻译，也会给你火影人的翻译就是了。这样做的动画不在少数，比如大家经典的晃月光 To Love 出包王女，这个漫画的原作标题其实和火影是一样的，就是 To Love 和 To Love 这2个单词的日文读音组成的。漫画根本没有出包王女这个词，出包是由英语单词 trouble 音译而来的汉语词汇，核心意思为在特定情景中产生差错或引发需要处理的麻烦事态。常用的地方是在我国的台湾省，至少百科是这么说的。出包和王女的组合可以说是完美的形容了拉拉他们几位外星公主。如果直接一句 To Love 确实更加简洁，但是看不出是一个怎么样的漫画，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轻小说标题起得越来越长，恨不得把故事大纲写在标题上的原因吧。而像这样的润色从来不少，这些老作品是这样的，新作品也一样有。2019年开始连载的《间谍过家家》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品。间谍过家家的原名为 Spy Family， 这俩单词直译单纯就是一个间谍与家庭的意思，直接拿来作为译名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总感觉没什么特色，尤其是在我们见识过了《间谍过家家》这个翻译后，会觉得直接翻译成间谍家庭有点寡淡。过家家这个翻译其实非常的巧妙，直接把家庭是个伪装的家庭的意思概括了出来，可以说是汉化组的神之一手了。漫画中这样的翻译从来都不少，像海贼王的本名其实就只是 One Piece， 但路飞可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蓝色时期的原名如果直接用 AI 翻译，这个能翻出蓝色，但后面的翻译出来是句号休止符的意思，所以蓝色时期在早期一直有一个蓝色休止符的译名，但是这个读音对应的英文单词是时期的意思，而蓝色时期本身在艺术领域就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词。既然是翻译，动画中这样的高手就更多了，大家最为熟知的那肯定是这个 School Days。 你让我想这动画的翻译，那我只能给你个校园日常，能给这动画想出中文译名的大佬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属于是把当时的互联网梗和动画中情节做了完美结合。而动画中最让我觉得强大的翻译，那必须是无限剑指的咏唱词了。 I am the pawn of my soul. Steel is my body and fire is my blood。 这一句大伙见的最多的翻译版本应该是五为所持剑之骨，但如果你经历过 UBW 动画在连载的时期，你就会见到另一个版本的翻译是我是剑骨头，可以说是翻译的很直接了，当时也是成为了一个超级搞笑的梗。而那一长串的翻译我给大伙儿念一下啊，我尽量不笑。我是剑骨头，血是铁疙瘩，心是玻璃渣，打了很多架，从来没输过太除非我忍不住，一般我真的不笑。翻译嘛，大伙儿一般都是想要一个信达雅，就是要在翻译的时候忠实原文，通顺明白，选词得体。而有这样一部动画，它的标题翻译完美的满足了所有要求，同时还缩短了原作的标题，与离别之招竖起约定之花，咱们这直接翻译为了朝花夕拾。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夕是从哪里体现出来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耳朵直接竖起来了。大伙谁没听过驯鸽啊？如果强行要去解释的话，这个夕字可能和死亡有一些关联，但是这就有点过了，没必要。这片子上映的时间点正好是一个白雪梗尚有余温的时间，会诞生出这个译名我真的毫不意外，而且简短一些，叫起来也更接地气。汉化组发力后把名字缩短了的翻译我还有，今年有个新番，名字叫做父亲是英雄，母亲是精灵，身为女儿的我竟然是转生者啊！对，就这个动画名字直接被翻译成了爹强妈猛我无敌，这样十分接地气的译名。对于现在轻小说界越来越长的标题，我只想说汉化组你干得好啊，干得好啊，天下古长鸣久矣啊！而轻小说这种需要大量翻译的载体，汉化组的无上伟力就更明显了，文字的润色简直就是给国内观众的一道完美的庇护屏障。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有个动画讲的是龙龟大战鳄鱼吧，这动画的译名叫做位于恋爱光谱极端的我们，是不是听上去还不赖，有那种想要点进去尝尝这小说咸淡的冲动？但这小说的原名那可就劲爆了，经验丰富的你和经
一眼为零的我交往的故事。且不说这个标题的长度有一眼恻指之资，这个标题的内容那更是变态。大伙叫这动画龙龟大战鳄鱼真不是随便起的。当然也有一些碳化组拼尽全力也没能拯救的，这个季度的千岁同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别跟我说什么原作的文笔如何如何，那都没有意义。很多时候原作的文笔是会被翻译的润色给掩盖掉的，而翻译都无能为力的地方，那只能是小说本身的内容了。小说第一卷在那事无巨细的购物，作者恨不得把自己知道所有名牌全都写进去。日本轻小说难道也有投稿字数要求吗？还是说字数多能多挣点钱？而除了购物那个纯血叉 YY 的部分，我都不敢给你们看原片，只能说我这样的变态都觉得这动画情节有点变态了。既然漫画、动画和轻小说都聊了，咱们把游戏也一起提了吧。但是说实话，凯斯的改楼月里基本为零，文字类游戏我只接触过三色会炼和魔法使之夜，所以我们讲点别的游戏。宝可梦的各种译名其实也非常有特色，素材怪还不是素材怪兽，编号185号的宝可梦译名叫做胡说树，日文名直接翻译胡说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翻译。但是素材怪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一个完美结合了这个宝可梦特性的译名，一个会假装是树的岩石系宝可梦。而要说游戏中最强大的翻译，那必然是魔兽世界了。哪怕凯西我还没玩魔兽世界的时候，那一句怒权为谁握？护国安邦惩奸恶，道法自然除心魔。战无休而祸不息，吾辈何以为战？就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飘荡了。我印象里有一个传言，说是整个熊猫人之谜的版本是先有了中文，让外服去做自己的本地化，在各方面也是非常惊人的操作了。这个版本的各种坐骑名字也非常有中式气息，什么神圣玛瑙云端降龙、雷霆红玉云端降龙，这名字念出来就好像是古时候那种珠宝首饰。你怎么让我在停服之前就已经把神圣玛瑙云端降龙给刷出来了呀？而糟糕的本地化版本前段时间不就才有一个吗？四之歌那个还不如让 AI 来的汉化。你还知道什么非常强大的翻译案例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